信呢？在这儿呢。你的信写给北京总部首长？啊。尊敬的北京首长，我叫周志前，是山城市公安局一名原国民党留用人员，现有重大案情要向上级举报。因为历史的原因，我和原国民党军统特务郑耀先的情妇林涛结婚。他酒后吐露，郑耀先现如今藏匿于台湾新竹县井上温泉。我编了，假的，肯定是假的，鬼子六编的，那肯定是假的，比真的还要真。后边还写什么了？他把自己喊冤的和揭发郑耀先的材料都写到一块儿了。是不是让他重写，把这两件事分开来谈？他能重写？郑耀先是总部点名的重犯，有关他的调查材料，按道理都是要及时上报的。一旦接收，我们就不能继续扣留，只能马上转账。这井上温泉怎么这么耳熟啊？好像在哪儿听说过。那是国民党软禁张学良将军的地方，鬼子六心怀叵测，那地方让大家怎么查？这小子是摆明了套，让你往里头钻。周志前还写了，林涛有一次喝醉酒的时候，向他提起了他和另外一个男人的私情，说那个男人抛弃他不要，一个人去了台湾，而这个男人去台湾的时间正好与郑耀先失踪的时间相吻合。都是情报战线的老人了，一个资深特务喝醉了我信，可林涛喝醉了能把心里话说出来，这话你能信吗？信和不信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周志前写的，我们根本无从考察。其一呢，林涛已经自杀了；第二，台湾还没有解放啊。关键是这封信到了北京，总部的领导会怎么看待我？我们又该如何向上级领导解释？林涛是自杀，而且就在我们抓捕他之前，总部一旦看到这封信以后，会不会认为我们把周志前定成历史反革命的罪，是为了逃避责任呢？有句话我一直想说，只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。抓捕周志前，指认他是郑耀先，是为了给包括江心在内的革命烈士们报仇雪恨，这一点我可以理解。其实我的心情和大家是一样的，不过我们办案首先要注重真凭实据，找出真凶。没有真凭实据就给人定罪，那不是我胆的作风。长此以往，不但会毁了党的形象，还会断送了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来的红色江山。在工作当中呢，我们可以出现问题，但绝不能掩盖问题。实事求是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，那是要让我们这些共产党人融化在脑子里，落实在行动上的。所以对待这个问题，我的意见是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。怎么？难道你还放了周志前不成？老爷，局长，又是周志前的？是第二封。啊？好了，你去吧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，我们山城公安局潜伏这个国民党特务，代号“影子”。哼，这小子蹲大狱都能把外面搅得鸡飞狗跳，一封欲言又止的情报就要把我们三个老家伙都要玩进去，什么都不要说了，还是洗干净屁股，等着上级领导来审查吧。说他不是郑耀先，打死我都不信，他肯定是郑耀先。当年小鬼子受鬼子溜的罪啊，如今又要重演了。
被他气得吐血的日本特务机关江佐局的军官们啊，哼，一提到郑耀先3个字，现在还犯病呢。认定周志前就是郑耀先，又能如何？还不是眼睁睁的拿他没办法。他举报谁是国民党潜伏特务？形势所迫，郑耀先只能背水一战。凭着信中提供的情报和熟悉的仿宋体，郑耀先不信北京总部不派人下来核实。在组织给自己的追杀令没撤销之前，他绝不敢承认自己风筝的身份。他戏谑地套用阎锡山老仙儿的话，他这是在3个鸡蛋上跳舞。快点，老姜，下楼梯小心，慢点，慢点，老姜，报告。这是周志前的第3封信，是写给陈局长的。写了什么？他要您亲启。你来起。只有8个字，念：草菅人命，还我公道。奶奶的！好了，走吧。就他也敢叫嚣公道啊！老陈，我现在就去监房，把那个乱咬胡搅的疯狗郑耀先拉出去毙了。我只相信老姜是老革命，我不相信他是特务。马鞍列4毛的著作，有谁能倒背如流？他老姜行。上党课他从来就不带本子，只要你说出任何一句，他都能当面给你指出这句话出自哪一本著作、哪一页、哪一行。还写信吗？不写了，不能把人逼得过火。情面留3分，日后好相见。川渝地区国民党保密剧情。大姐，前些日子我们就是根据这份名单抓的人，使一大批特务落网，基本上没有走空。你再看看这封，这不是周志前那封信吗？你把2封信放在一起看。大姐，我敢向组织保证，这写信的周志前肯定是郑耀先。我没说他不是。这名单难道是郑耀先提供的？十有八九。虽然都是仿宋体，可以掩盖书信人原来的笔迹，但他依然抹杀不掉一些细节上的事实。你看看这2封信上面“特务”这2个字，点横撇捺，完全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。郑耀先会出卖这么多自己的同伙，他图什么？他想立功赎罪，还是叫我们给他宽大处理？要么就是国民党特务的一个阴谋，让他假投降真潜伏，借机打入我们内部。这个答案也只有他本人来揭晓。在这之前的1年里，他给北京发过很多封信，都是匿名的，落款一律内详。但这些信件里提供的情报，为我们清除大西南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潜伏特务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坐。
想抽烟吗？啊，当然，我憋坏了。哦，我自己来。有些事情我们需要和你商量一下，就是如何安置你的问题。安置？其实我早就是个该死的人了，还要什么安置？不把我当成国民党特务，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。这普通百姓死了，坟前还有块牌子，可我们连埋在哪儿都没人知道。我不求平凡，我知道那是奢望，是不应该有的奢望。是不是那枚蓝宝石戒指不管用？管用，但无法证实。能证实的东西都作为机密，被埋在陕北的黄土地里了。请放心，组织上会考虑你的请求。共和国绝不会忘记那些为革命献身的烈士。有你这话，我就安心了。我终于回家了。我知道，您称我郑先生，是组织上还不能接受我这个同志。由于你身份的特殊性，所以组织上目前还不能公开的给你什么说法。凡是打入国民党系统的，并且失去组织联系的人，要想恢复组织关系，必须要履行严格的手续。况且，你的情况更加复杂，痛恨和揭发郑耀先的人太多，目前难以给你公开的评论。这一点，你能理解吗？从我打入敌人内部那一天起，我就深知，连死都要无声无息，还谈什么说法？还有一点，为了防止别人产生怀疑，川康特委追杀你的命令，暂时还不能撤销。怎么样？你有问题吗？那我以后只能叫周志乾了。我们要处置的是与人民为敌的郑耀先，并不是周志乾。下任务吧，协助我们尽快抓到公树。给你任务是组织事实上已经相信了你的忠诚，当然，你和他的关系我们都很清楚。我相信，一个优秀的侦查员绝对不会被私人的感情所左右。有难处吗？我知道我的职责，该做什么，我也清楚。当年跟郑介民达成交易，我就做好了在国民党内部做变脸申猴的准备。能隐姓埋名继续为党工作，于我而言是最大的光荣。